什么应该要罪？恶人，我恶不过他。可是，哪怕他真的是神，我也绝不会投降。杀他！我等前来赴约，是有感于信中所言，愿与知音一叙。今日一看，阁下找我等就是喝酒赏景，也不像信中那样相见恨晚呐。诸位舟车劳顿，还要受这遮头盖面的委屈，在下心中实在过意不去。正如信中所言，确实仰慕各位的才名已久，诸位写的锦绣文章，在下也常常是口诵心为，眼倦。场面话就不用说了吧。建官立国，所以养人也；富人取财，所以资国也。凡国之赋税，必量人之力，任土之宜。这是李兄的文章。涿州李云熙，博学广志，为人高洁，刚正不阿，直言不讳。若长户部，其世事锱铢的品性，定能震慑群佞。当服一白。倒是做了一些功课啊。并州杜山，鸿渊一曲，动天下。若长礼部，自会让大夏风清气正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治和之要，首穷其理，变通考量，全以人情。尔兰兄写的和韵，可谓是深入浅出，字字珠玑。若长工部，大夏人口资繁，指日可待。梁兄机灵变通，擅长算学，时移世易，如今吏部正需要你这等人才，方能不拘一格，选贤纳能。我干了。汪昭兄淳朴素直，令人一见便心生好感，将来或许能入鸿胪寺，斡旋于各国之间。阁下给每个人都许了好大一个诺，那么我要找什么？民以食为天，岑兄若为农官，则更是万民之福。如今西北大旱，西南大水，我近日找到了一部西域典籍，有一作物可抗倒伏，耐涝抗旱。若有机会，愿与岑兄彻夜详谈。殿下，我们的人刚刚传来消息，皇帝悄悄离宫，去往了西山。西山？好端端的，为何去西山啊？皇帝的别院在哪儿？许是去泡温泉了？两位莫要玩笑了。最近皇帝频频出宫，前几日还坐着车辇绕城外3圈，可又什么都未做就回来了，不觉得奇怪吗？皇帝带了多少人？轻车简行，十分低调，似是不想让人知道。若是如此，我们何不趁此大好机会将其……你下官可将一支安插在郊外的兵力扮作流寇，定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成此大事。不可呀，王爷！对，不可呀，殿下！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我们谋划数年，不止一次试过刺杀，可都被那皇帝给躲过去了。若说他真如人前那样昏庸无能，臣是不信的呀。我也不信。如此仓促行事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呀！为何如此优柔寡断呢？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！先生，流寇一事，你有几分把握？王爷，已演练许久，不敢说万无一失，但
胜算极大。什么户部、刑部、吏部，胡乱的许诺了一通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能做得了昏君的主呢。是，偷屈，报明主，身死为国殇。现如今，朝中能臣凋零，我甚至恨不能一头枪毙，唤醒那暴君。你指望那暴君干什么？哎，但听坊间传，端王文韬武略，尚可成为贤王。哎，端王一心谋权，未有为国为民之举，算不得贤王。身为一国之君，就陷民生于水火，归根结底，是君王负了臣民啊。红颜祸水啊！想必那暴君一定是被于婉音的妖妃迷了心智，现在越发的昏庸无道。说我，没错，这正是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啊！没有那女性妖妃的时候，皇上就是个明君了吗？他无能便说他无能，何必怪到一个女子头上？你是在维护那妖妃吗？不然呢？你真认为一个后宫妃子能扰乱朝政吗？明明都是借口吧？怎么是借口呢？坊间都传传什么？传人家蛇精脸能削梨，一口一个妖妃叫得掷地有声的。李兄难道看过人家施展妖术不成？二兄，李兄，这家伙会说忧国忧民，在下佩服。二安兄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可是二位，咱是不是跑题了啊？这天下由何人来管，要怎么管，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正如给各位的信中所言，破而后立，如何破局，才是关键。依我所见呢，政节人就在人，自古以来应当是能者上，庸者下，如今却是庸者上，能者下。不打破贵族特权，这一切都难以展开。正所谓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正是，战乱未必亡国，灾荒亦未必亡国，可唯有一事可令国运不在，人心尽失，那便是寒门再难出贵子。你还真敢说呀？有何不敢？在座诸位布衣为带，能救大夏几何？诸位且抬头看看，不见青天，唯有烂泥。硕鼠，无实我属，既为苍生，无有不可。说得好，有兄台这般胸襟抱负，大夏可有望了。没错，空有一腔抱负却不能入仕为官，救大夏只能是空谈。阁下果然信如其名，这顿酒喝得痛快。只是阁下到现在还未告知，您到底姓甚名谁呀？来了，这一幕的高潮终于来了。必姓夏侯。此等谈吐，莫不是要令杜兄失望了。单名一个“淡”字。至于这位嘛，就是方才各位口中所言的祸国妖妃于婉音。各位才子好。草民王昭，叩见陛下。草民杜山，杨国杰，草民叩见陛下，叩见陛下。你要跪便跪，拉我做什么？想让我跪着昏君，除非我死。诸位，快请。请陛下恕罪。
诸位只知暴君苛政，鱼肉百姓，殊不知这10数年来，朕的皇位早已被架空了。如今的朝政，半数由太后把持，半数由端王左右。他们以大夏的百姓为赌注，一场接一场的豪赌。朕虽心如刀割，只能装作暴君，好以自保性命。今日一叙，是想向诸位抛开我这颗拳拳之心，希望诸位知我之苦。陛下既有此心，为何不整顿科举，广纳人才？为何要我等形同做贼，避人来见？如此纳才，未免有失君仪吧？有太多双眼睛看着我了，单是动一动科举，就会受到多方的阻挠。若不是暗卫四处搜罗，你们的锦绣文章根本到不了朕的岸上。朕也只能暗中联系，才能将各位送到合适的位置上，大展宏图。所以，方才许下之事，诸位应知，并不是什么空口白牙的画饼之言。当然，我也知道，以朕的片面之词，很难在一朝之间，让诸位的赤子之心转向于朕。但朕必须得争取。他日，诸位入了朝，定会被太后和端王等盯上，或纳入，或利用，或针对。到了那日，我愿诸位勿忘今日在舟上，痛陈之词，鸿鹄之志，站直了身子，做大夏的脊梁。明明是为招募学子才想出来的话术，可为什么我听完之后却这么想哭？陛下，竟如此厚望于我等，我真是成何体统！天子之言，何其轻巧！一句苦中，就要将寒门学子的血肉之躯塑成棋子，去为你抛头颅洒热血，废太后除端王。夹缝求存，所以你不能抒发己志；多方阻碍，所以你不能整肃朝纲。堂堂天子，连此等担当都没有，还谈什么千金买骨，吞别人去做脊梁？草民的父老乡亲，每家每户，无一不是整天的耕地，存留余粮，却只够果腹。草民的一对弟妹，刚出生不久，便赶上欠收年景，被活活饿死。如此税赋，真去了他该去的地方吗？中军连年征战对抗燕国，可将士们的军粮里却掺了30%的沙纸。我刚一入京，就看到大理寺杖毙喊冤的民语。陛下，陛下，草民说的这些，你真的正眼看过吗？李兄，不必如此。是才是谁说？若能灭生，定当以头响地，以死相见。现在圣上就在面前，一个个都怎么了？哑巴了？陛下当时是处置了户部尚书的，闹得很大，相信诸位应该都听过。那个纵马案，陛下也是想办法将魏太傅一家绳之以法了。但此事民间盛传，是端王所为，我老家家家户户都为他烧香祈福呢。不管是谁所为，百姓的日子过好了吗？每家每户的高香，
终究是白烧了。不要！忤逆圣上，可是死罪。李某不介意血溅画舫，以死明志，正好遂了李某的心愿。等等，李先生，陛下今日来此，绝不是想让大家卷入朝党之争。何况，那10位素餐之辈，也包括皇室，死也就死了，可百姓又有何苦？可如今局势已经如此，富夷不均，虚吏舞弊，贪官横行，国库空虚。我等能力有限，虽然想到了应对之法，奈何孤城难明，所以才需要诸位的帮助。婉英口中说不出什么大道理，但婉英除却宫妃的身份，我也是大夏子民。我喜欢这片土地，我也想为这片土地上的人做点什么。但婉英愚笨，唯有恳请诸位不为什么暴君妖妃，只为家乡的父老，为那死去的弟妹从长计议吧。诸位若想走，朕不会阻拦；诸位若想围观，朕会鼎力相助，哪怕不在朕的麾下。草民不懂，这是为何？不为何，只因朕相信，诸位无论在何处，无论做什么，定然都是为了大夏好。哪怕因此要对付朕。草民，我之前一直不懂为何要将百姓比喻为草。难道我等生来就活该遭人践踏？现在我懂了，这草原是生生不息之草。草民生来便患有恶疾，如今只剩2、3年寿岁。敢问陛下，草民有生之年能否看见河清海晏，石河岁丰？此为天子一诺。前几天，愿为天子效犬马之劳。即便是纸片人，他们所经受的苦难对他们来说都是切肤之痛。而我一直以来却忽视了这一点，总想着与他们不同。可是我又怎么能确定自己就不是纸片人呢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快！漏水了，船家，船漏水了！啊！
必要将考生们给我救下来。是。快抓住！需要，快起来！你书里的结局不是这样的，你还有大仇未报，你还这么年轻，你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。你书里的结局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富贵安康。头躯抱明珠，身死为国殇。我喜欢这片土地，我也想为这片土地上的人做点什么。若真如此，便遂了在下年少时候的宏愿。敢问陛下，草民有生之年能否看见湖清海晏，石湖碎风？这些人肯定都是端王的人。什么人在妖祟？恶人，我恶不过他。可是，哪怕他真的是神，我也绝不会投降。杀他！把手给我！犹豫什么呢？快点！没事了。一个都别留。晚音有点意思。
还记得吗？那天在半月楼，独山说，那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科举。他的那首诗，才刚刚在京城中传开，刚给他希望，就遭此结局。想开点，牺牲一个人，换得其他人的生存，也是没办法。夏侯伯，无论他是遇见的，还是追踪到这儿，来了就杀人，还当着我的面杀。他无非就是想支持我这个突然想反抗的皇帝罢了。我还在想，他在设定里是有多凄惨的过去，是有感于朝政腐败，才想要夺取皇位。但刚刚他想要杀的人，都是未来的肱骨之臣，是社稷栋梁，是稳住大夏的最后希望。如果他是纸片人，那就是在滥杀无辜；如果他来自更高层，明知道他们是谁，还要下此杀手，那就是为了自己乱世枭雄的未来，提早在旱灾中宣判了无数人的死刑。我于婉英绝不允许。既然都说我是一代妖妃，那我就要